开电玩店，你对它有没有什么预期啊？我对它的预期就是亏本。最近我经常在 B 站刷到一位视频博主的视频，我在北京开电玩，他发布的大多数视频都是基于电玩店的营业情况，而视频中出现最多的内容便是今天又挂零了。最有意思的是，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却是饱含微笑。我翻了翻他的视频，发现他是一位大龄失业北漂青年，因为喜欢玩游戏，所以开了一家电玩店，但是很多天都是零收入。如此情况下还能拥有这么好的心态，我便决定来店里采访他一下。进来之后往左边，对，前面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一着门的就是老板。Hello， 这就是我家的电门。皮卡皮卡。下面 Switch 电门小。挨拼到 T 后面去了。这一看就是云，感觉像是一个云玩家。下苏字体 ，Switch 拼错了。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129是门牌号是吧？对，129是门牌号，刚才拔掉了这一个。然后里面是我们的大厅。这一面其实是厕所，然后我们的厕所墙是贴的那个龙珠的漫画壁纸，是最经典的打弗利莎这一幕，然后就是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这一幕，特别经典，史上最经典的漫画。可惜为鸟山明老师默哀一下。在漫画史上都非常有意思吧。然后当初动画化的时候，这一集变超赛，声优老师是那个喊了整整一集20多分钟才变身成功。野泽鸭子，你是七龙珠的这个漫画迷吗？我应该算动画迷，因为我们那会儿的话，先是看的动画，然后再补的漫画。对，那会儿就是点播台天天放那个小悟空的动画。现在店里是就你和你小舅子2个人来经营吗？对，店里是我2个来经营，然后我老佛爷我来辅助吧，因为他大着个肚子嘛，基本上前3个月他都没法露面那种，就是一下来就恶心想吐啊那种，他就不行，悟空就不行了，爆气了，就从这到这2页动画画了1集。顺便提一下，小时候动画片播出的时候，悟空整整喊了3级次变身了。动画片是吗？遗老，我算是一个遗老吧。然后这边是我一个人的一个收藏，跟其他电玩店可能有点不一样。其他电玩店是开店之后为了有目的的去买一系列的模型啊展示啊，我这个是我纯粹的我北漂10年的我自己的兴趣去一个个买的，还有我朋友送的一个收藏。像这里面最古老的收藏是我这台 3DS， 是我大学的时候购买的，然后一直陪着我工作到现在吧，11年，12年，但是到现在还可以工作呢，还是运行好的，可以看一下，还能开机。对，这电池都应该都换过好几次了吧？对，电池都换过好几次了，而且也都各种自己大修过，包括打游戏的时候，打怪猎的时候，2个肩键是坏了好多次，然后我们换了好久。里面现在是一张是一张宝可梦日月的那个卡带，然后这个就不得不说当年就是宝可梦第一座关中，当时就支持了，特别有意思。然后我是个资深的仙剑迷，收了2套仙剑的收藏，一是那个仙剑5前，还有那个仙剑7，然后以后还想着把历代的仙剑都收一下吧。好，然后去年比较可惜的就是那个高桥和希老师死了，高桥和希老师救人的时候走了，这一套游戏王阴差阳错升值了。升值了是吗？对，这一套游戏王的漫画是那个1400多入的，
然后就是目前应该有小2000了。可以。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大厅的一个机位，然后里面也是3台机器。哦，这是一个对，这是机位一个。机位，是那个放的 XS 叉，然后我们平时自己也会在这边玩。里面是有3台大厅的机器，是分别是 PS5和 XS 叉，但现在有人就不太方便开了。好，然后这边是我们一个展示的一个部分有实体盘的游戏展示，大多的话是近期比较热门的一些作品，当然还有一些游戏我们还没入，等着后续会入一下。然后这边沿着楼上走，我们是有2个包间，墙上是放了2张那个就是马里奥和路易基的那个壁纸，都是我们自己打印的壁纸，然后买的相框放进去的。上来之后，这边可能要等一下，我让我丈母娘进去一下。没事，我听不见。那边是我们的那店名和那个我们自己的 logo， 是拿 AI 画的一个。这个 logo。对，这个 logo 整体是拿 AI 做的。OK。然后从这边进来的话，是我们一个卡比，星之卡比的那个主题包厢，是比较适合情侣来进行一个游玩的。我们目前这个包厢的最长记录是2位情侣在这里面玩了9个半小时，时刻都在里面，还挺可爱的，是吧？嗯。然后这边往前面直走，右手边就是我们的第2个包厢，是一个4到6人的塞尔达包厢，我稍微看一看。主要的话是当初想的是以塞尔达为元素做整个主题，然后正面壁纸放了之后，我们自己本身觉得不太合适，但是整体看下来反而又还行。然后做了一些塞尔达的主题装饰啊，包括这个 cos 服。然后机器也是选的是那个塞尔达的限定款的 Switch， 里面也是基本上在那个 Switch 上的那个塞尔达都有了，就王国之泪、织梦岛、塞尔达传说，然后那个天空之剑。整体来说，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店里的一个情况。要不你先来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那个何香飞，然后是那电玩小屋的店长，然后是在北京也已经待了10年多了。你说你已经北漂10年了是吧？10年多了，对。对，你大概是哪一年来的北京？我是那个23年11月来的北京，然后那一天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是11月11号。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还是单身吗？我孩子都快有了。那挺好。在北京工作了10年，对吧？对。那这10年你都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首先是来的时候是做小说编辑，然后做了1年编辑之后转了做去小说运营，因为那会儿是做内容运营，然后干了1年内容运营之后开始转产品运营，然后最后转到产品经理，然后干产品经理干了8年。我看你的视频是，你说你自己已经失业是吧？对。这个能简单聊一聊吗？就是那个去年我们公司整体的那个业务部门被划作那个成本承担部门，然后去年就是公司为了保下一财年的业绩嘛，然后就开始大裁员，也就是那时候6月底被裁掉的。裁掉之后你是在开电门店之前是有5个月你是没有工作。对。这5个月你在干嘛？那 happy 前2个月在打游戏，各种打游戏，然后后3个月偶尔会投一投简历吧，然后更多的还是在休息。也就是说你一失业其实很开心，疯狂的玩游戏。对。然后再开始找工作。对。那找工作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觉得就是决定让自己开店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整个大环境这样吧，因为我本人是专科学历嘛。然后就是岁数也到30多岁了，然后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除非你就是在现在这个环境降低要求，然后的话，同时或者就脱离我自己的那个预期的小说行业或者相关的动漫啊游戏行业，然后去找一些其他的就是业务类型的就是单位去弄，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然后就慢慢想着可以先过渡一下。过渡一下是指？
就开了这家店。你是怎么就突然想到开电玩店呢？还是说你已经想了好久了，就是我就想开一个电玩店？其实也没有突然想到吧，本身我是游戏爱好者嘛，然后在开店之前我也有自己的Switch 和那个 PS4，包括店里的设备，有些其实都是我之前我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买的，然后也是那会儿就是本身电玩行业在那一段时间在 B 站上不是也比较火嘛，然后看着看着，然后思考了2个月左右吧，然后才开始的去着手的去那个逛了一下，就是北京这边比较大的一些那个电玩店去看了一看，然后最后决定可以开一个。开电玩店，你对它有没有什么预期啊？我对它的预期就是亏本。所以你这个梗可以是吧？就是为了亏钱。那不是，那肯定不能说为了亏钱开的是吧？我只是说我预期它是亏钱的，只不过我可以借着亏钱这段时间，我可以尝试一些干其他事情，就比如说做新自媒体号，比如说再看看能不能干一些就是其他的可以满足通过线上行为去养活我一家的这种工作吧。因为从我自己预计来说，从我的一个工作情况，往后会越来越糟，在北京这个环境。因为互联网环境本来就这样，然后我又是专科学历，这已经跟工作能力一点关系没有了。而且本身在我的行业里面，在我的就是那个小说内容行业里面，产品经理这一岗属于大部分都是支撑型，大部分公司其实不需要多么就是强的产品经理，很可能就是拿薪资来说的话，就是1万出头就够了。然后呢，大公司呢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基本上你没在那个我这个岁数没成功爬上去的话，就后面很难再爬了。既然你认为开电玩店肯定是亏本的，那你觉得亏到什么程度你就受不了了？我本身是把我的那个裁员金贴上去了嘛，裁员金亏完了，可能我也就收手了。还能坚持多久？能坚持的话，你要如果真的说拿裁员金去坚持的话，1年多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本身这边的电玩店也是负担了我自己的房租，隔壁的屋子，对，隔壁的屋子我就住在里面。那这个房租贵吗？这房租的话，加上水电的话7000多吧。拿我们北漂来说，我之前住的房子，我们3个人之前在呼家楼那边租房的话，1个月也就小6000了。租这儿的话是又能营业，对，然后又能居住生活，对，其实是一举两得。对，真正严格来算，我其实就负担了一个设备成本，外加我没工作，设备价格都不高，我所有的设备加起来成本也就4万多一点。而且说实话，就真开不下去的情况下，设备折旧率再出去的话，还能有个70%的回本，等于说能收回70%来。所以即使这家店最后不干了，亏了，我可能也就亏个几万块钱。就是亏几万对你来说还是能接受的。对，也就是亏了个几万块钱，外加我这1年多不挣钱嘛。那你觉得这个，比如营收好啊，你最理想的状态是怎样的？目前这家店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收支平衡。就因为本身我选的这个地段也，因为我考虑了居住，但相对应的我选的地段就不是那么太好。比如说工作日都是出去上班的，可能也就晚上回来的少数会过来，一到那个双休，可能都出去玩去了。极少一部分可能不出去玩，又想着在周边去干点啥，可能会过来，所以肯定是会比那个在真正的山区里面会少很多的。就拿最近过去的1个月来说啊，平均的这个收入能有多少呢？平均收入2到3千吧，但还是刚才那句话，严格来说，我如果考虑我自己的房租的话，2到3千，基本上其实负担完了。那你的营业目标其实就是2到3千？不，我的营业目标肯定不是2到3千。如果只是2到3千，我就没必要这么就是各种发视频啊去摆摊了，是吧？我的营业目标肯定是首先能就是涵盖我的居住，能再覆盖我的社保，那是最好的。假设这个电玩店已经收支平衡了，会对这个电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好的规划吗？会啊，收支平衡之后，我就想着去盈利，然后只要稍微有盈利的话，其实我可以考虑复刻我现在的模式嘛，相当于我可以在就是比如说在天通苑附近啊找一找，比如说再往通州那边看一看。其实是可以这么样开分店的，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加盟方式，因为虽然说你真的想赚钱的话，肯定走加盟是最好的。在你的这个生活规划中，那你的未来还是在北京吗？还是说要去哪儿？不好说，
纯看我这1-2年的具体情况。本身按我之前的规划来说，我去年是准备买房的，在北京可能在南三环或者南四环这样的地段去找一个，但是去年的失业把这一计划打乱了，外加这2年那个房价的行情不太稳定，所以目前就处于观望状态了。但如果房子这一块处于观望的话，加上我现在的工作情况的话，未来还在不在北京，其实就未知数了。主要还要看我这1-2年能把自己经营到什么地步吧。有可能就是到突然性的我找到一个合适工作，那肯定还是在北京。再有可能我没找到合适工作，但是我的店如果干起来了，那我估计还是在北京。但如果最后我什么都没干起来，然后最后可能我就会想着啊，什么都没干起来的话，我是不是这店啊，在北京现在开不好啊，我是不是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我老家或者在老家的市级城市啊，去怎么弄一弄？反正自媒体号在这，如果好好培养的话，在哪开算一个能启动，是吧？这倒是。就目前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打算。那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对，之前的规划来说，肯定是在北京，但是目前现实的因素还是影响比较大的。电玩店经营的非常好，然后也在北京这个居住下来，买了房居住下来。那其实后边面临的生活就是，孩子上学，对吧？对。那作为一个外地人，那这孩子上学这个问题，那个怎么解决呢？这个就其实所有的北漂都会面临的问题，然后无非就几条路嘛。第一条路走私立学校，然后就是上到高中回去上学；第二条路是走私立学校，然后走出国；第三条路是去天津落户，是吧？基本上无非这几条路。然后的话，按我之前的规划的话，可能要么是试着走出国，要么就试着在那个就是高中的时候回去吧，就这2条路。因为在天津落户我是不太愿意的，因为我本身我老家是离南京近，如果是考虑在一个就是算是就是非北京之外的地区落户的话，比起天津我肯定更倾向于南京。你已经北漂了10年了，对吧？对。你对北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没有啥特别感受，就拿前2天那2个小姑娘来问了类似的问题，我跟他们回答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从第一次到北京下火车，然后上公交的时候，第一感觉对北京就是说跟家里没有区别，可能除了气候稍微干燥一点，因为北京它不像一个大都市，对。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型就是城市嘛，它大部分可以说它70%-80%的区域更像地级市甚至县城吧，这么一个感觉。比如呢？比如哪一块的地方？你比如你光说各种城中村就是呀。这倒是。对啊，你就像前几天我去东鹏，我还特意拍了一下，就是那个地方是在南三环那一片基本就是农村。你在上海，其实上海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很少，大部分区域其实完全不会像这样的。北京就不会给你那种国际大都市的感觉。你出过国吧？出过。你去过？我去过泰国。那你拿泰国首都跟北京比呢？我没去过泰国首都。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觉得它像一个？那你觉得一个这个国际大都市应该是怎样？不管是从人文啊，还是从城市规划啦，这些方面都可以聊聊。基本上的话，其实可能还是跟各个国家政策不一样吧。从就是可能你拿东京，拿就是那个纽约来说，它更是像以那个繁华为象征，它是经济中心基本上。让国内的话，就是像北京是政治中心嘛，它本身是会有区别。你就拿楼层高来说。你在就是北京，它本身就有那个层高限定嘛，然后再比方一到国庆就是长安街两旁的所有的那个就是企业可能都还要停工啊什么的，可能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生活，你觉得北京生活这块方便吗？生活肯定是方便的，因为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周围可能都有一片小商圈啊什么的，包括医院啊这些东西。最大的就是
虽然很堵啊，但是它的交通啊、地铁啊都是很便利的。你的爱人支持你做这个？首先我叫他老佛爷，他本身是挺支持的，因为他本身看我就是我们俩认识5年多了，然后就是认识这么多年，就也一直在工作嘛，基本上没怎么歇过，然后本身是支持我歇一段时间的，然后就是有创业想法的话也可以去尝试。这因为本身他之前失业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干的嘛。刚进来的时候，我听你说你快自己的宝宝马上要出生了。对。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说实话，有压力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没有说大到那种地步吧。就有钱有钱的过法，没钱的过法嘛，是吧？我们那一辈都是，就我自己这一辈也不是说多有钱过来的，无非你想要给他什么样的环境。但实际上这东西是争取不，很多东西并不是说你一代人就可以解决的。就好比我媳妇，就是我老佛爷是幼师，在国际园里面，然后他们园里面那群家长一个比一个有钱，就基本上就然后国际园的学费也是一个孩子1个月是1万多块钱的学费，基本上你再怎么比，拿跟他们去比嘛。那你的父母怎么看呢？我父母肯定是希望我尽快有个安定工作呀，但是也不是说不支持我去尝试吧，只能说目前阶段是可以去试的，但是试错之后就必须，不管是工作呀、找工作呀，或者是干其他什么事呀，要慢慢找出一条路来吧。说实话，我在看你的视频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又挂零了。这干电玩店的这样很常见。对，就是我虽然能感受到你视频里，今天又挂零了，这个其实那个心态很好啊，但是也能感觉到是说的，又挂零了，不是特别的。那肯定的，心态好是心态好，挂零是挂零，这是两码事，我觉得啊，有点失望感。对，这是两码事，因为。你不管干什么事，你今天挂零了，不管做什么生意，今天一天没生意，那你肯定会觉得有点那啥，是吧？谁不想就是天天爆满了，是吧？但是要看怎么去看待这个挂零嘛，是吧？那你怎么看呢？干电玩店，首先挂零是必不可免的事情，你纵观这整个行业都是。你看那些就是电玩老板，我有个电玩老板群嘛。天天里面有说啊，今年挂零，今年挂零。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况，或者是让这个电玩店的经营会更好？措施肯定还是有的。首先，本身我在第2个月的时候尝试了去像美团的推广通啊，然后基本上其实单月的投入 ROI 可以打正，但是打正之后但只是打正对我来说现在意义不大，所以我想着可能会再去，比如说抖音啊再试一试，然后同时的话 B 站这边也会经常的去加到我的一些就是视频发布吧，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的视频我有60%前期有60%左右的客人基本上都是从 B 站来的，然后其实坚持 B 站还是挺好的一个办法。然后还有就是，你就像前几天发的那个摆摊嘛，也都在尝试。现在在团购上的思路也是这个思路，基本上我把以前我主打的都是像包天这类的，然后现在我就改了一下策略，我把就是比如说像卡比的小包间，我就是推了一个4小时的一个包，然后像这个包间的话，我推了一个2小时的，推完之后的话，其实还是有点效果的。近期这2个包还都是有上人的。在北京这10年，你觉得后悔吗？不后悔。我前2天那2个姑娘也问我同样的问题，但不是说在北京这10年，就是说干了这么多事，你觉得有后悔的吗？我也这么说的，包括我对我老佛爷也是这么说的，我干什么事不后悔，基本上选什么路就好比我高中的时候看小说，然后看了个专科出来了。然后就是有人问后悔吗？你也不后悔，返回去的话还是会这样，因为你从现在往前去看的话，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你就真的拿英国人来说的话，我如果不是那段时间疯狂沉迷小说，那可能没现在的我。
可能我还达不到现在的这种程度。你有写小说吗？有。你的兴趣爱好是看小说？那你从高中就开始看是吧？我其实从初中开始看，一直看到现在。现在反而看的少了，实话，因为基本上你看，尤其是看网络小说，看长了之后，你进化到一个老白阶段，然后能看得进去的书就很少了。有试着去创作吗？有啊，本身我踏入这一行就是因为写书才踏入这一行的，不然的话也不会说去干那个小说编辑。那你的作品发表过吗？在3个网站签过书吧，但是写的都不长。方便介绍一下吗？那个就不说了，因为那个是黑历史了。好。等，你要再晚来1-2个月倒是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近在试着去写短篇，然后我刚才也说，就是说，包括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会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生存吧，相当于小说也是一环。就最近在给一个朋友，还是在当编辑的朋友，在那写一点短篇小说，刚写完一篇8000字的，然后昨天刚上传到平台上去，准备这几天签合同，然后开始下一篇呢。是不错的开始啊，应该是恭喜。其实也算不上吧。是催更的开始。因为这个主要看天，因为本身这种短篇小说和杂志向的短篇小说不一样。杂志向的短篇小说可能说你只要过了稿，然后就千字几百的一个金额，但是现在的网文行业的短篇小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签字价格，然后后续收入的话要看天，看这本书这篇文能不能爆火。你有什么想对大家分享的吗？比如说假设这个就拿 B 站这个平台来说，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你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及时行乐吧，少年们。这个结尾太那个什么了。好吧，可以的。这一边盲盒墙是我们去年摆摊的时候剩下的一些，然后我们就弄了个就是架子把它全放在这里了。去年在潘家园和大狗市摆摊还是挺有意思的。